Hello， 大家好。上次我还说那是免费的停车场哈，你看停了那么多车，那妈的上来开业了哈，又有美食可以吃了。今儿带小舅子到工业区去看看，还要去看一下那个工厂哈。舅子长得还是多帅的哈，有我年轻时的风范，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。我还要帅一点呢。现在的一个现状就是回不去的家乡哈，他乡安放不了灵魂。故乡容不下肉身哈，所以带他在工业区去看看，看看有没得合适的工作，明年准备留下来在家里面发展哈。毕竟一家团聚比什么都重要。出发！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沙滩上，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。你不会寂寞。其实在外头跑那么多年了，也是应该考虑回来了。关键就是屋头。12年了吧，差不多。你都跑了12年了？是啊，我10岁就已经到外地了。你10岁到外地嘛，那是父母在外头上班，把你带到外地读书噻。那也是背井离乡呀。那是。你要10岁的话，你不去20年了？那个不是啊，我那儿在温州的时候，他在上学啊。啊，我就说他岂不是在外头都20年了？是噻。真的，你想嘛，在外面挣1万块钱个月，我是不是去年都回家挣5000块钱个月？是啊，在外地开销也大呀。啊，刨去你的水电、房租、日常开销，是吧？家人在屋里开销。你在外面开销，相当于是2处的开销。你如果在家里面的话，是1处开销，你算了一笔账了吧？还是有得算。再说了，有句诗哈是这么说的哈：每逢佳节倍思亲。一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，看到万家灯火，人家一家团聚的时候，你心里慌不慌？你说不慌，绝对不可能。慌，我说心慌，只是说的好听一点儿，说难听一点儿就是心酸，晓得不？那是的，尤其是现在成家了过后。你看嘛，感觉更加迫切了，那种感觉就更明显了。啊，你看嘛，你们回来，像下一辈看到我们，看到他爷爷婆婆，都是非常陌生。那天晚上我也记得哈，杜思阳给他婆婆抱的时候，太酷哦，他认不到，他不晓得啥个。从小很少接触。啊，结果过2天呢，哎，奶奶，我天，听起好安逸呀。哎，过2天一下子熟悉。东西不，毕竟那个说血缘关系就是血缘关系。我是上次回来，我到处看了一下，就说那边工业区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做。啊，之所以我没去做呢，那是因为我有自己的原因嘛哈。因为我现在手上有2份兼职做了，然后我还把那个自媒体也做起，所以我根本就没得时间去上班。我要不等年过完了过后再考虑，就说到底要做啥子。因为我总觉得上那么多年班，我刚刚回来嘛哈，我就想到说，给自己一个缓冲时间嘛。但是像你这种，我带你去那个地方，他就是专门做你们那个行业的东西，你去看看。如果他需要那种，需要那种技术人才，因为我以前看到过他在招聘那个岗位，晓得没？如果说刚好遇到你那么个机遇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完全哈，就是要把以前工厂的那些待遇啊啥子，统统全部要扔到一边。从头再来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过也不要去过多的心酸。作为一个男人，知道吧？我们都要经过那个年龄阶段。你过了那段时间过后，是吧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好，通过自己的奋斗也好，不管是成绩大与小，他都会就说得到一些，包括财富啊，包括经历啊、阅历啊，是吧？慢慢成长。就是的，就是。我在这儿等你们哈，你们去看看。因为我不是很熟，你们去我就不去了。今天带小舅子哈到那个我们当地工业区看看有没有他适合的工作。他也是刚回来没几天，然后就想了解一下我们当地的一个就业情况。因为在外面也待了很多年了，也跟我的经历有点相似哈。毕竟在自己的家乡呢。
饮食习惯啦，包括就是说其他一些方面都比较，啷个说啊，都比较习惯，毕竟是自己土生土长大的地方。但是在屋里面，工作机会呢也比较多。但是你如果说想跟沿海一带、跟珠三角那一带的工作的话，待遇相比较的话，那肯定是差很多。其实像那种经历，像那种现状的家庭还是非常非常多，也不光是我们那一家哈。是像他那种有保镖头一起撸那个。感觉哪个说话？这他当然可以哦。他叫他去试车工，他当然可以哦。车工？他那种属于。等于他现在那些东西的话，他暂时还没有到，就是说需要打样的。不需要设计打样那些。哦，他是代加工。因为他只是代加工，而且可能是属于他们那个厂里面比较简单的一部分。哦。他的那个介绍的话，他做的范围是很广的。从简单的皮带到复杂的行李箱啊、手袋都有做。哦，他没得自主接单那种。他是自主接单，但是他是在他的总部有那个自主的开发。等于他现在目前那个厂的话，只是他们一个分公司，等于是一个加工。只属于加工。加工车间的样子。车工做好多钱的？那个做得快的7、8千的也有。对，他把工资单给我们看看的。拿给我们看的。那是可以噻。哎呀，关键是别个，他是打样好不好？别个打样还已经习惯那种计件的，他都快了嘛。你像我们那种在外地打样，手脚整慢了的，感觉有点恼火哈。在外面做管理啊、打样啊，做点好的工作，回来就没得工作。那是可以，那个东西是看你个人那个挑战。还叫我去试，还叫我去试车工。你试没试嘛？啊？你试没试嘛？没有，我说我这儿行，我都行了。你是我师傅的嘛？你应该得行啊。啊？你应该得行。我说他是别个，我说别个他是老师傅，然后他说那你也来试哈嘛？我说我比他还要老。你本来就比他还老。但是这个东西都是说。做了做的习惯就好，晓得嘛？啥子东西都是习惯就好。哎呀，那看你个人自己抉择是吧？我只是给你领个路就行了。你那个东西说个不挨说的话，那是最起码你晓得那个信息在屋里。对。你做那个东西，他也能拿到好多钱的薪资水平，你最起码心里有个底，晓得嘛？是吧哈？往哪里走的了？回去了噻。马上我们回去吃饭，再过去吃晚饭。哎呀，你都习惯了，哎呀，我啥子习惯了？别个老年人，他并不是在乎就说吃啥子，晓得嘛？他是喜欢的，就说后辈、晚辈，都能在他的身边，哪怕就是吃糠咽菜，他都觉得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。走，回家。晚上好闹热哈。娃儿一下。小木回来了。啊，一放学。热了在那边，放在那边，走不到了哟。快点来，天不大的嘛。叫我们去看那个厂啊，那厂里头好多人了，又让我回想起那儿上班的时候。你俩说他打样哈？还是师傅啊？还是你师傅。你还是我师傅耶。他那里量还有点大哟。还有保险的检查没有没？啊，那个东西我们还没问呢哈。他要抖啊？拒绝。他是那个，他是计件的，都做得多归得多，但是都是说手脚慢的时候，他说才计的1、2个月可以做保底工资。差不多的。啊，3000块钱。100块钱呢？和姐姐一起玩。姐姐玩。土豆幼儿园好是吃饭喽，吃了吃的都开始做游戏了。3个。饭赶紧吃完哈。我跟你说，别个敢把工资晒出来给你看，那就说明是真的。他这个也包括是背包嘛，是大包嘛？啊？是一些文具袋，比较简单。还是可以。那这肯定是没得你在那边上班那么安逸。好，今天晚上最有特点的就是我们拿个洗脸盆来吃饭。那个没用过哈。不要误会哈，这是新的。今天带他们去看了哈那个
提那个聘哈，就是看是提聘哈。其实还可以，内地像你那种有技术有水平，还是能找到工作，晓得吧？无形当中我们就跟很广大的大部分人员哈，跟很多人离了个信息，就是将来内地还是有很多的工作机会，就在于自己那个抉择哈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地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哈。拜拜。啊？耶，他比你还要衡量。我还没说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